嘿，今天要说的主题是要献给那些因为童年阴影或过往经历的创伤而影响到往后生活的人们看的，并且在今天的内容中，我会排除掉极少部分，大约0.01%，因为基因或其他不可抗拒的生理性病变而导致这种状况的那些人。因为我不是医学专家，所以我不会跟你讨论杏仁核或是其他1000种生理构造的东西。我所要讲的内容是要传达给那剩下的99.99%的人看的，因为那些人几乎都是单纯深陷在内在痛苦的层面而已，只是他们都以为自己去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当然，这是一个极度复杂的议题。我说的复杂是针对大部分的人而言，但是对于非常稀少部分的人而言，它又是无比的简单。今天的内容会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深奥，而且我比较笨拙，我头脑里的词汇量实在是太少了，我实在无法很精准的去阐述重点。所以，如果你真的听不懂我今天所说的一切，那错误绝对是在我自己身上。无论如何，如果运气好的话，也许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到某些人，让他们从此跳脱这个泥沼。今天我会提供你一条道路，让你在未来能够靠自己走出这个泥沼。我们开始吧。如果现阶段的你也受限于过往经历所造成的影响，现在我想传达3件事给你。首先，第一件事，忘掉知识家与权威给你的答案。也许这个答案会令你感到意外。是的，没错，无论他们告诉你多少研究成果，如果你想真正超越这一切，那就丢掉那些外在给你的所有结论，并且去正视一个事实：所有一切的根源都来自于你的头脑。而影响你头脑的根源是来自于你的记忆。记忆是一个附着物，而不是当下的真实面貌。如果它真的是当下的产物，那就容易多了，你只需要设法逃脱当下的处境就可以了。但记忆则不是，它来自于过去。我永远都在强调，过去只是一场梦，你不要去分析探讨它。那就像你现在处于沉睡的状态中，梦里的这只老虎非常可怕，你认为就是它害你变得这么痛苦，你认为它就是这一切问题的根本原因。再加上科学和心理学也不断地跟你分析，梦里这只老虎是怎样的影响你，导致你的大脑巴拉巴拉的影响。这某种程度上给了你一种强烈暗示，因为你生病了，所以你毫无办法。没有人明白你的痛苦，没有人明白你的无助。这只老虎实在太强大了，对吗？所有人都在教导你如何对抗那只老虎，却没有人叫你起床。一旦有天你从沉睡中醒过来，这一切就结束了。你不需要任何多余的行动，你只需要醒过来，梦境就消失了。切记，由于受限于物理世界的法则，肉体上的痛苦无可避免，但心理上的痛苦却由你决定，并不是痛苦紧抓着你，而是因为你执着于它。我想要你明白的是，关于你内在的所有疯狂，在这世界上真正有能力征服他们的，只有你自己，而不是其他1000种科学、哲学、心理学。当然，我必须强调，我并不是否认这些科学或心理学，它们很好，但是仍然有很大的局限性。如果你始终想依赖这些外在的东西，终有一天你会发现，这一生你都围绕在表面上打转，却从来没有触碰过你自己的核心。所以这是首先你必须要明白的事，你需要的不是对抗梦里老虎的方法，你需要的只是醒过来。接下来，第2件事，丢掉你的自我。听到这里，如果经常观看我影片的人，你们可能会发现我经常说这句话。实际上，如果你能真正做到这一件事，你人生中99%的问题都会获得解决。这就是为什么我反复强调它的原因。那么，自我和过去的创伤有什么关联？记住下面这句话：痛苦必须透过自我才能存在，反之亦然。当你的自我越多，你的痛苦就越强烈；当你的自我越少，你的痛苦就越轻微。当你的自我消失，你的痛苦也会消失。如果你足够敏感，你可以去留意你人生中最快乐的那些片刻，往往也是你失去自我的片刻。虽然它非常的短暂，但也许某些人曾经瞥见过那个瞬间。所以不要去追求快乐，那是一条永远不会完成的目标。你只需要做选择，抓住你的自我，或者丢掉你的自我。自我意味着过去，而过去是梦，因为它已经消失；而未来也是梦，因为它还不存在。
说到这里，你以为我要告诉你活在当下吗？不，其实就连当下也是梦，因为你始终活在过去和未来，所以你从未见过当下的真实面貌。自我是痛苦的养分，透过自我才能壮大你的痛苦，而你的痛苦越大，就更能加强你自我的重要性。我上面说过了，不是痛苦纠缠你，而是你执着它，但是你没有勇气跟它说再见。它已经提供你自我的养分很久，你无法接受失去它的生活，于是你紧抓着记忆不放，渐渐地变成一种习性反应，习性反应又渐渐变成了你的自我认同，而过度的自我认同又变成一种执着。一旦有天到了这个地步，那么无论外来的任何建议都会被你解读成否定你的自我认同，而这又会严重刺激你的习性反应，于是又再度强化了你的执着，然后一场无止境的疯狂就开始了。终有一天你会发现，这只是你和你自己玩的一场无限轮回的游戏罢了。那么说到这里，所以我是要劝你放下执着吗？不，正好相反，我鼓励你紧抓你的执着，用你全部的力气去抓住它，直到有一天你发现它的尽头是什么都没有。这两条路线是相同的。如果你的自我消失，最后你会看见它什么都没有；如果你紧抓自我，最后你也会看见它的尽头是什么都没有。两条道路的终点都是相同的，然后这一切虚幻的泡泡就会全部消失。但这是非常困难的，对大部分的人而言，失去了自我，就好像脚下的地毯被抽走，就像一直以来支撑心灵的柱子被拔除，那会令人们陷入崩溃。但如果你真的受够了，你也有足够勇气想超越这一切，那么请永远记住下面这句话：崩溃的终点就是觉悟的起点。最后，第三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黑暗来自光的不存在。你人生中所有一切令你感到非常黑暗的记忆，永远都要记得，不要去对抗它们。黑暗是广大无边的东西，并且它从来就不存在。你如何去对抗一个从来就不存在的东西？这也是多数人穷其一生却仍然战败的原因。你除了得到绝望，你也永远不可能战胜黑暗。你唯一需要做的是把光带进来。是的，你之所以看见黑暗，仅仅是因为光的不存在。当光消失，黑暗就会降临；当光出现，黑暗就会消失。所以永远不要去对抗黑暗，你只需要找到光。那么要去哪里寻找光呢？其实它从来就不在别处，自始至终，它都在你自己身上。本期上半部的内容就先说到这里，下一期的内容我会告诉你如何实际的行动，将自信之光带进你的生命当中，让你一步一步的离开这个泥沼。今天这个主题实在是很烧脑，我有千言万语可以去形容它，也可以仅仅几句话就解决它，但是要构思一个简单明了又能让人明白的草稿，实在是太难了。好吧，也许是我太笨了。如果今天内容你喜欢，就帮我按赞、订阅、分享。有任何想法或疑问，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下次见咯，拜。